这部电影可谓是悬疑惊悚界的天花板，不看到最后1秒，你绝对猜不到结局。故事要从这个开车的靓妹说起。正当她要翻包的时候，忽然一阵大风吹过，后座上的物品被吹飞，她的高跟鞋也掉在了马路中间。因为那只是她平时做兼职时用的道具，本就不值钱，所以便没有捡，直接扬长而去了。没多久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一家3口开车经过，车胎忽然爆掉了一个，好在人没事。眼镜男下车查看，正是压到了刚才兼职妹的高跟鞋，眼镜男只好冒着大雨更换备胎，妻子则站在一旁给他撑伞。这时车上的男孩敲了敲车窗，示意妈妈要贴贴，妈妈很高兴的照做了。殊不知此时远处正有一辆汽车向这边驶来，开车的司机叫大帅，正送后排的过气女明星去赶片场。女明星手上的大哥大忽然没电了，就让大帅给她找备用电池，结果一个不注意就出车祸了。被撞的正是刚和儿子贴完的女人，女人被撞的脖子不停的流血，眼睛男眼看着血泊中的妻子不知所措。开车的大帅并没有逃逸，而是拿了一条毛巾给女人止血，接着又抢过女明星的大哥大叫救护车。可这穷乡僻壤的又下着大暴雨，根本就收不到信号。无奈大帅只好拉着一家3口来到了一家汽车旅馆。一进门，眼镜男就让老板帮忙叫救护车，可这里的电话也打不出去。老板告诉大帅，向东30公里外有家医院，于是他就将女明星丢在这里，独自驾车去找医生。此时最一开始的兼职妹已经被大水挡住了去路，无奈他只好掉头返回，一不小心还撞到了电线杆，结果车没开一会儿就冒烟了。就在他被淋得快要口吐芬芳的时候，大帅驾车迎面出现，兼职妹立马就要搭个便车，大帅也同意了。见大帅还往东面开，兼职妹就提醒他前面的路被雨水淹了，可着急救人的大帅偏不信邪，结果直接在水中抛锚了。这下2人都被困在了这里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又有一对黄发小情侣驾车出现了，2人是从西边过来的，说那边的路也被淹了，无奈几人只好都去了那家汽车旅馆。旅馆老板为几人安排了房间，可唯独不怎么待见兼职妹，他一眼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了，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这个老板就是很厌恶这些搞兼职的。不过最后还是给他安排了一间房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旅馆门前又来了一辆警车，一个警察连同被押送的犯人也被困在了这里。大帅见状连忙借用警车上的无线电叫救护车，可很遗憾，无线电也没有信号。很快老板也给他们安排了房间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警察还把犯人靠在了马桶旁。至此所有人都到齐了，算上老板和小孩一共11个人。而此时的旅馆就像一座孤岛，是既出不去也无法与外界联系，那就只能等雨停了再说呗。可那个着急赶片场的女明星等不及啊，拿着她的大哥大，披着个窗帘，在院子里四处寻找信号，结果在一个拐角处，屋内的大帅隐约听到了动静，摸索着来到了洗衣房，洗衣机里更是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他一个个的打开查看，结果男人在洗衣机里发现了一颗人头。刚因大雨被困在汽车旅馆的11个人，怎么也不会想到夜晚才刚刚开始就来了这么一颗王炸。更诡异的是，人头下面竟然还有一把房间的钥匙，编号是10。大帅问女明星是住10号房吗？警察说他才是。几人立马想到了那个犯人，回到房间一看，犯人果然跑掉了。这下所有人都慌了，大帅让所有人待在同一间房内，不要乱跑，自己和警察出去寻找犯人。这么大的雨，他也肯定跑不远。可2人前脚刚走，房间内就出了点状况。那对黄发小情侣因为点小事吵了起来，黄发妹气冲冲回到房间收拾东西，准备独自离开这里。那黄发哥自然不能同意，拼命的阻止。黄发妹见抢不过，就直接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里。黄发哥也来脾气了，不停的踹门让他出来。黄发妹有些害怕了，但就是不肯开门。忽然外面没了动静，他感觉很奇怪，便壮着胆子打开到门缝查看，结果直接看到一个举着刀的人影，那人还要闯进卫生间，好在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总算把卫生间的门锁上了，然后就翻窗逃走。庆幸的是警察就在外面。等几人再来到女孩房间时，黄发哥已经饮恨西北了。这下他们更慌了，必须要尽快找到那个犯人才行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那个犯人正在雨中狂奔，不知跑了多久，看到远处有一所亮着光的房子，于是就偷偷潜入了进去。本以为自己彻底逃掉了，可下一秒又透过窗户看到了旅馆的门头。好家伙，跑了半天，这是又跑回来了啊！更悲催的是，大帅也已经发现了他，最后犯人又被大帅和警察联手给制服了。他们将昏迷的犯人绑了起来，让旅馆老板留下来看着，他们继续回去处理尸体。大帅在黄发哥的尸体上又发现了一把钥匙，这回的编号是9。看来这个杀人犯挺有意思，咋的？偷偷躲起来，还想按编号把所有人都杀掉吗？就在大帅拿着钥匙准备去找犯人问问的时候，一出门就看到了旅店老板。你咋回事啊？不是让你看着犯人吗？老板说我出来拿个东西，再说犯人都晕了还被绑着，能咋地呀？大帅也懒得废话，直接就去找那个
个犯人，可一进来就看到了惊恐的一幕，犯人已经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死掉了，身旁也有一把钥匙，编号8，正是旅店老板房间的钥匙，难不成他才是真凶？旅店老板当时就慌了，连忙解释这不是我的钥匙，我的是一把万能钥匙。可就在掏钥匙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，一个钱包掉在了地上。大帅一看，那正是女明星的钱包，这下还敢说你不是凶手？老板立马解释说，我是拿了他的钱包，那是因为我看他都死了才去偷的。可大帅和警察根本就不相信，立马掏枪对准了他。老板见状，索性挟持了一旁的兼职妹，但兼职妹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往后一顶，把老板给顶倒了。接着他就拽着旁边的冰柜门要起来，可没想到冰柜里竟冒出来一具冻成棍的尸体。这下几人都确认老板才是真凶了，可一低头，那家伙竟然跑了。于是几人立马冲了出去，可老板已经开车冲了起来，他一脚油门踩到底。大帅他们是躲开了，可那个小男孩却出现在了前面。他的老爸及时发现并大喊，男孩听到后灵活躲开，可赶来的老爸却被撞了个正着，整个人都被顶在了墙上，凉的是透透的了。接着几人就又把老板给绑了起来，可此时老板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凶手。刚才之所以逃走，是因为他并不是这里的老板，冰柜里的男人才是。1个月前他赌博输了个精光，经过这家旅馆就发现老板已经死了，于是他就接手了这家旅馆。老板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大家差点就信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等天亮再说吧。于是剩下的几个人就坐在同一间房内尬等，可不一会儿，他们就发现之前被大帅撞伤的那个女人也死掉了。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错过了救治时间，但下一秒竟然又在床下发现了一把钥匙，编号6，这咋回事呢？自然死亡也有编号，再说怎么是6号呢？按顺序也该是7呀。大帅瞬间想起男孩的父亲，果然找到尸体，一番翻找后，真的找到了7号钥匙。这不对啊，这人明明是意外被撞死的啊！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剩下的人立马感觉脊背发凉，难道这里有鬼？按照顺序制造死亡，几人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大帅就让女人带着孩子先走，见鱼路被淹了，就让他们开着车在附近瞎逛，直到天亮。就在黄发妹带着男孩跑向汽车的时候，一声巨响后，大火瞬间淹没了汽车以及刚上车的2人。可火被扑灭后，几人竟没有发现2人的尸体，这就奇怪了。火化还能剩下骨灰呢？大帅这回彻底的呆住了，他想不明白这一切到底咋回事，到底谁又是真凶？于是几人就又回到旅店看了一眼，刚才所有的尸体都不翼而飞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难道真的有鬼？接下来可咋办啊？原本的11个人，现在也只剩大帅、兼职妹、警察以及老板4人了。兼职妹快要疯了，对着外面大喊：苍天啊，老娘下周就要过生日了，就不能让我活到30吗？另外3人一听都愣住了。It's your birthday next week. My birthday next week, the 10th. Me too. Me too. 好家伙，几人都是5月10号的生日。接着老板拿出住宿登记信息一看，11个人都是5月10号的生日，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甚至不到1/1,000,000。大帅纳闷了，这种事情都能被自己给碰到，还真是离了大谱。忽然他感觉一阵眩晕，接着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大胡子，转头一看还有好几个人。他听了一会儿，大概明白了咋回事。此刻的他是个连环杀人犯，现场的分别是他的律师和主治医师、检方律师以及法官。大胡子就是他的主治医师，他认为大帅之所以杀人，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，杀人的是他体内的其他人格，所以大帅的身体并没有罪，有罪的是他体内的变态人格，他们只需要想办法消灭掉有罪的人格就好了。大帅一听，你这不扯犊子吗？你才人格分裂呢，我压根就没杀过人。谁知大胡子拿出一张照片，问他认不认识这个胖子。大帅一看，当即表示不认识，可大胡子直接拿出一面镜子，大帅一看，我的个乖乖，自己怎么成这个熊样了？瞬间发疯似的扭动了起来。Why am I tied up? Edward, please. Jesus Christ! Where is my face? Edward, stay calm. No! I'm not gonna stay calm! Why am I tied up like this? Who are all these people? What happened at the motel? Where is everybody? They don't exist, Edward. You were all created by Malcolm as a child. You're a liar! Consider what you know. 接着画面又回到了旅馆那边，旅馆还莫名其妙的停电了。老板和警察正在检查电路，兼职妹则跑到警车上找手电筒，无意间发现了2份档案。原来这个警察也是个罪犯，在被押送的过程中杀害了真警察后，伪装成警察来的这里。接着兼职妹还在后备箱里发现了真警察的尸体。不巧的是，假警察好像发现了他，兼职妹急忙四处寻找老板和大帅，可遗憾的是，他先被假警察给发现了。好在关键时刻，老板及时出现，偷袭打倒了假警察。
察。可就在他将事情告诉老板的时候，假警察又醒了过来，直接一枪结果了老板。兼职妹吓得拔腿就跑，出门就撞见了大帅，大帅立马挺身就美，结果两人一顿互射后同归于尽了。最后整个旅馆就只剩兼职妹一人了。第二天，他就独自驾车离开了。画面回到胖的男这边，此时他仿佛又变了一个人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其实旅馆里的一切都是这个胖的幻想出来的，11个人都是他体内的人格，所以他们才都是同一天的生日。而旅馆内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合理不合理也根本不重要。比如尸体神秘消失，因为这些其实都只是发生在胖的脑海里的一场梦，只是他个人格之间的一场角逐。好在最后剩下的人格是比较友善了兼职妹，法官最后也因此没有判他死刑，而是判处他在精神病院疗养。就在押送胖子的路上，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兼职妹的画面。他在一片果园悠然地生活着，可除草的时候却挖出了编号1的钥匙。接着一个人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原来幻境中的一切都是这个小男孩所为，他才是那个最邪恶的人格。汽车爆炸时，他也早就逃了出来。兼职妹被杀，小男孩的人格自然就霸占了胖子的身体。Whores don't get a second chance. 恶魔也再次苏醒，到这里电影就结束了。导演留了个开放式的结尾，后面会怎么样呢？大伙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。